新中国成立后，选哪座城市作为首都成为了当时的一大难题。虽然最后是北京当上了首都，但在一开始，毛主席并没有这么打算，反而差点选择了哈尔滨当首都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新中国成立后，哈尔滨作为领事馆的所在地，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。不仅有着通往各大城市的列车，还有许多正在生产的工厂。再加上当时的中苏关系良好，哈尔滨因为靠近苏联，如果出了事情，双方都可以第一时间支援，这让哈尔滨在首都选址上名列前茅。在中国还未彻底解放时期，中央领导人基本都在东北指挥战局，这也让哈尔滨承担了特殊的历史使命。毛主席甚至亲封哈尔滨为特别市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有很多城市被列为首都的备选地，而毛主席最先选择的其实是哈尔滨。然而，即便是这样一座备受推崇的城市，也难免有其不足之处。在后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，就有人指出了哈尔滨的严重缺点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新中国定都的事情提上了日程，毛主席最先选择的便是哈尔滨。可最后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改变了主意呢？当时定都的事情还没有敲定，毛主席打算在哈尔滨召开一场探讨设立首都的事宜，不仅邀请了各大元帅将军，更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。由于这些名人遍布祖国各地，而哈尔滨位于中国北边，导致一些南方人士想要参加这场会议需要花费更多时间，这让毛主席意识到了哈尔滨的一些问题，从而决定重新审视备选的11座城市，并通过排除法逐渐缩小选择范围，最终锁定最适合的城市。洛阳和开封尽管拥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，但由于其平原地形防守困难，同时因为蒋介石掘开花园口，导致黄河地区水患频发，因此不适合作为首都备选。南京虽是国民党的首都，经济相对较为突出，但其隐藏的特务机构也可能会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安全隐患。而西安、重庆、成都虽然具备潜在的发展潜力，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，发展进程缓慢，限制了他们成为首都的可能性。延安虽是革命圣地，但其经济更是一言难尽，难以满足当时首都所需的全面发展条件。那么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北平为首都呢？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？由于一系列的问题，毛主席发现只有当时的北平最适合作为新中国的首都。那么北平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当时的北平经济发展在国内十分优秀，再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位于苏联和蒙古国的中心位置，将有利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。除此之外，北平还是明清两朝的都城，这使得其在文化、历史、人文方面都有着不俗的积淀底蕴。相较于其他地区，北平在各个层面都显得更为成熟，并且由于解放战争时期，许多城市都遭到了大大小小的损坏，而北平却是和平解放的，这也表明了毛主席当年对北平的重视。1949年3月，毛主席亲临北平，这也加深了人们对他倾向于将首都设在北平的猜测，最终于同年9月正式宣布将北平重新命名为北京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毛主席选择北京为新中国首都的决定，不仅是出于地理战略的考虑，更是对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的尊重。这一决定为北京赋予了特殊的使命，成为中国的心脏，传承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，也见证着国家的崛起和繁荣。